沪苏湖高铁年底竣工，将形成绝无仅有的松江湾，为什么却惨遭吐槽？经过工作人员的艰苦奋斗，沪苏湖铁路中的关键控制性工程上海松江特大桥128米钢弦梁完成逆时针旋转20度，顺利完成空中转体，为沪苏湖铁路全线按期开通运营突破了最后一道难关。这对于我们来说应该是一个好消息，但很多人却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很多人认为，我们都已经有沪昆高铁了，为什么还要建沪苏湖高铁？而且沪苏湖高铁的线路为什么要绕行松江？这算不算是浪费资源，舍近求远？这里是知识天梯。沪苏湖高铁坐落于我国长三角地带，也就是由上海、南京、杭州、苏州、宁波等核心城市及其周边城市组成的，被公认为是我国经济最为发达和开放的区域之一，也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先行者。大家都知道，中国高铁一直是我国对外彰显实力的一个重要名片。长三角地区作为国家经济的龙头之一，当然首当其冲。就在我国一些经济欠发达的城市还在为投入大量资源建设高铁头疼时，长三角城市群内的众多地级市早已紧锣密鼓地迈入高铁时代，建设起了多条高铁线路。当前，长三角地区正在建设中的高铁线路数量达到9条，主要集中在苏北和安徽境内。此外，尚在规划中的高铁线路有16条，其中包括8纵8横的线路共有5条。而今天我们提到的沪苏湖高铁是一条紧密连接长三角城市群的高速铁路，被纳入2016年修订的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中，是8横8纵高速铁路主通道的关键组成部分，即沿海通道的重要构成部分。从2020年开始，我国相关部门就正式开工建设沪苏湖铁路，并且耗资高达380亿元。这条高铁项目的规模可谓宏大，总长约为163.8公里，是一条穿越城乡、串联经济发展重镇的大动脉。沪苏湖高铁突破难题，打造国内首条2用4斜线拉桥，为什么受争议？沪苏湖高铁顾名思义，就是从上海发源，途经江苏省和浙江省，将上海、苏州和湖州连接成一条线路的高铁。整条铁路沿途共设有8座重要车站。这条高铁线的设站布局不仅贴合城市发展需求，还为乘客提供了便捷的出行选择。从繁华都市到宜居水乡，沿途景色丰富，成为一条连接现代都市与古色古香小镇的便携之路。沿途古色古香，充满着浓厚的江南水乡特色。一旦项目建成并投入运营，沪苏湖高铁将与宁杭高铁在建的商河杭高铁南段和湖杭高铁实现衔接，同时在苏州吴江与计划中的通苏嘉甬铁路相连接。这也意味着该线路成为长三角地区城际铁路网的重要骨干线，同时也是环太湖轨道交通圈的关键组成部分。这一交通枢纽的建设将进一步推动周边城市的互联互通，促进长三角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发展。那么这条耗资如此巨大的高铁究竟有何特别之处呢？这是一条双线高速铁路，也就是指在同一方向上平行敷设2条铁轨的铁路系统。与传统的单线铁路相比，双线铁路能够提高铁路运输的吞吐量和效率，在运输能力、安全性和服务水平等方面都有显著的优势。双线高速铁路通过平行敷设2条铁道，使得列车能够同时在同一方向上行驶，避免了单线列车上列车之间的相互等待，从而大大缩短了列车的行车间隔，提高了铁路线的运输效率。对于像长三角这样经济程度较高、交通也比较繁忙的交通干线来说尤为重要，能够更好地应对高峰时段的交通压力。而且双线高速铁路在提升交通效率的同时，也增强了铁路运输的安全性。由于有2条平行轨道，即便一条轨道出现问题需要维护，另一条轨道仍然可以正常运营，也不会造成整个铁路线的中断和瘫痪。既然运输能力提高了，那么能容纳的旅客也就更高了，大家再也不用守着闹钟抢票，还出现一票难求的局面。列车停靠站点的时间也更加紧凑，大家乘车的舒适度和体验感都会更高。
沪苏湖高铁年底通车，哪个省受益最大？有些不和谐的声音来源于哪里？那就是这条铁路在浙江与江苏境内绕行了松江，形成了一个比较明显的松江湾。大家就疑惑了，如果是为了方便或者高效，那当然是修得越直越好，怎么还非要舍近求远拐一下呢？大家都知道，长三角地区一直以其高水平的经济发展而著称，而上海更是该地区的核心城市，也是我国推动科技创新进步的腹地。在上海的经济和科技发展带动下，周边城市的发展势头也很强劲，成绩斐然。而沪苏湖高速铁路刚好处于沪宁、沪杭两条线路之间，一旦建设成功，投入使用，就可以起到很好的分流作用，有助于改善上海城市的整体格局。不仅能够分散上海中心区域的交通压力，使火车站的聚集点不再局限于上海中西部，而且能够做大做强松江南站，可以推动上海西南地区的经济繁荣，实现全面开花，更便利市民的出行，为上海的全域发展提供新的动力。这也解释了为何一条站点密度相当高的铁路可以按时速350公里的标准进行设计和建设。作为城际铁路，其运行速度可能相对较慢，而在远程出行时则可以实现高速行驶。通过巧妙的调整速度和停靠站点，沪苏湖高速铁路有望成为一条多功能的交通大动脉，连接起城市间的交流，同时满足人们对快速、舒适、高效交通的期待。在国铁上海局上海铁路枢纽工程建设指挥部工程管理部主任刘青的介绍中，他向我们透露了一项关键性的进展。经过对128米钢弦梁平转施工的圆满完成，整个沪苏湖高速铁路的控制性工程也已进入了尾声阶段。这一关键性的工程阶段的圆满完成，为接下来的全线铺轨工作提供了充分准备，也标志着沪苏湖高速铁路工程进入了新的阶段，为即将到来的更为复杂的工程任务奠定了坚实基础。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长三角地区的人们能够更加便捷、快速地穿梭于这片繁荣的城市群，拉近城市之间的距离，促进区域经济的蓬勃发展。这条线路也将成为长三角地区城市群互联互通的纽带。知识天梯，专注你不知道的15科普，我们下期再见。